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宣化上人是佛教界的高德大僧，他不仅在宗教修行上高深莫测，而且文化知识非常渊博。宣化上人不仅孜孜以求于佛教修行，而且非常关心人类的未来命运，并对世俗社会的良性发展提出了众多中肯的意见。宣化上人遗留给世人许多关于未来的预言。上人于1995年圆寂，然而他的一些预言在他去世不久就迅速成为现实，还有一些预言如今已经能够发现一些端倪了。下面就是上人的几大预言：百草之水特作边际和浅析。其一，预言非典。我们知道非典爆发于2003年，然而1992年8月12日，宣化上人在美国南加州洛杉矶金轮圣寺进行弘法时，当他谈到同性恋容易招致艾滋病时，就提到将来会有一种比艾滋病还厉害的肺炎病。他说这种肺炎病一生出来比艾滋病还厉害，这种病两个人互相握一握手也会传染到，对面讲一句话也会传染到。不但一般人没有办法救治这种的病，就是医生护士也没有法子避免，不但没有法子避免，甚至戴口罩也不行，甚至于身体一触也会传染这种病。不但身体会染，连空气里头都会传染。这种病比原子弹还厉害，比氢弹还厉害，可以说这是一种瘟疫劫。非常可惜的是，宣化上人1995年就返回极乐世界了，否则的话，当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他不仅能够事前严厉告诫我们，而且会想方设法帮助我们对抗这一瘟疫劫。其二，基因工程。1985年2月9日，宣化上人到加拿大温哥华弘法，在谈到科技发展会导致人类成为废物时说，现在正有一般不道德的科学家在那里绞尽脑汁，竟发明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人玩的是把人的遗传基因移植到动物体，和把动物基因移植到人身上，这种基因互换的把戏。人一出生很可能就长了犄角，或是有长长的象鼻子。依我看，人要是有了像大象一样的长鼻子，简直就是怪物，哪还算是人呢？可是现在这些畸形和突变都有发生的可能。仔细想一下，近20多年来，人类的基因工程技术飞速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繁殖物种，进行物种间的基因重组也越来越有可能。参考消息，11月11日有一篇文章，大标题叫应研究人兽混合公众容忍度，小标题是老鼠会说话，小狗长人手。这篇文章是英国科学家写的，目的是想测试一下公众对人兽基因混合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也就是说，如果公众不反对或者支持科学家们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人的基因就会移植到老鼠身上，从而创造出会说话的老鼠，同样也会让小狗长着与人一样的手。显而易见，长着犄角或大象鼻子的人也会在实验室里不小心被科学家制造出来。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混乱到什么程度，这就可想而知了。其三，人体电子化。同样在1985年的那次加拿大法会上，宣化上人还给我们讲述了未来人类的电子化水平。宣化上人说，接续电视而来的是计算机，以后还会有电眼、电耳、电舌头、电鼻子、电身体，无论这6种器官中的哪一个，都可以随我们的意思给模造出来，再通上电就成了。从此眼、耳、鼻、舌、身、意都将计算机化，甚至连意也会和万事通计算机记忆银行搭上线。最有趣的是，宣化上人还预言了200年后的科技水平。他说，接下来的200年，电话之类的东西会全部被淘汰掉，电视和计算机自然也会消失不见，因为那时候人类的身体会自动配备了这些机具和它的功能。若想跟某人联络，不需要拨电话或牵动任何的按键，只需要从装在自己体内的电话机把对方的号码发射出去，接收天线就装在眉毛或头发里，也有同样配备的对方就会收到这通电话。哈喽，早安。你看，比起电话这方面多了。宣化上人的这个预言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按照宣化上人预言的年代，人类在22世纪的后半叶就会完全实现人体的电子化。这种电子化的人其实已经非常接近 UFO 事件中人类对外星人的描述。比如像宣化上人说的，接收天线就装在眉毛或头发里等等，
人类科技的这种发展趋势现在就已经显出了端倪。2007年，美国城市看护者网络公司的2名员工将装有微型芯片的胶囊植入自己的体内，从而引起人们对芯片植入术的争议。支持这项技术的人认为，它有助于帮助危重病人将可更新的电子病历存入体内，也能用于敏感场所的防护。但反对者认为，这像是给人打上牲口的烙印，甚至未来会把整个国家变成监控型社会。的确，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人类身体的电子化就会一步步加强，这样大约再发展个100多年，人类就能像宣化上人所说的那样，将电话和电脑功能全部集成到人体内部。其次，世界末日与大灾难，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有世界末日的预言，而且这些毁灭人类的末日都距离人类不是很远。比如西方的诺查丹马斯的大预言就被今人推定为1997或者1999年的时候为世界末日，当时也就是宣化上人圆寂前那几年，有人就舆论中纷纷嚷嚷的世界末日或末日审判问题询问上人，上人斩钉截铁地否认了世界末日的存在，不仅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几百万年后弥勒佛还会降生于世弘扬佛法。至于末日审判，上人说审判每天都在进行，并非只有所谓的末日，因为每一个众生去世都要在阎王那儿进行因果审定，然后才会具业受生。按照佛教的说法，人类的寿命每100年增或减1岁，我们现在处于减阶，人类的平均寿命是逐步减少到的。释迦牟尼佛降生于世的人寿100岁，现在已经是佛诞2553年之际，现在人的平均寿命70多岁。据宣化上人讲，等到人寿减到30多岁，也就是大约4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会重新出现大冰川。但即便在这个时候，人类也不会灭绝，那些躲在高山峻岭和冰川覆盖不到地方的人们就依然能够存活，人类还会继续繁衍和发展。上人还说，等到人寿减到10岁时，正是人类最恶最乱的时期，那时人类3岁就能生育，10岁就会老化死亡。这个时期距离现在大约还有6000多年，但是由于人类相互残杀，不少人根本活不到10岁。到了人均寿命10岁的时候，减阶就到了谷底，此后人类寿命缓慢增加，同样每100年增加1岁，增阶正式开始。其五，未来世界天下三分。自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一直独大，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却坚持认为单极不是归宿，世界最终是多极的。百草之水也曾对此做过专门的探讨，并写有中美欧战略大三角一帖，阐述未来世界将是中美欧的3极世界。近几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将世界更快加速地推往3极格局，而中国的持续发展和欧盟统一步伐的不断加快。比如欧盟即将诞生它统一的总统和外交部长，从而使3极格局的雏形越来越明显。最近一段时间，本人努力钻研佛法，对久负盛名的宣化上人越来越感兴趣。当读到他对未来世界的预言时，才发现天下三分的局势他早在1995年圆寂之前就讲过了，只不过除中美之外的第3国没有详细指明而已。当然，宣化上人对世界未来局势的确认是通过讲解中国100年预言诗告诉我们的。这个预言诗是光绪30年的时候，北京西山碧云寺清虚楼的主人高敬涵所作。据高敬涵本人说，是请得隋朝不虚大师降玉所得。这首预言诗的最后有是与三分一句。宣化上人告诉我们，这指的就是未来世界由3个国家主导的世界，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其六，未来中国圣人出也。在宣化上人讲解的中国100年预言诗中，紧接是与三分一句的就是有圣人出，下面就是玄色奇观，龙章祈福，日月复明，处置万物，四海讴歌，因受其福的详尽描述。宣化上人告诉我们，这指的就是未来中国出现圣人的盛况。中国不仅会被治理得非常好，而且全世界都会蒙受恩惠。这一语言恰好与起源于唐朝的推背图最后篇章相互呼应。推背图第44章谶曰：日月丽天，群阴设伏，百灵来朝，双羽四足。颂曰：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重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而且几乎样的预言
在刘伯温的《烧饼歌》中也有显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真是中国人的万幸啊！当然，在这些预言诗里也隐藏着对目前及以后某些时局的描述，因为我朝忌讳，所以就不在这里详述了。最后需要说的是，宣化上人的确是佛教里的一位圣人，他不仅对未来世界做出了许多精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他的高深道行和德行。这些所有对宣化上人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网上轻松搜索到他的言行事迹，这样大家就能对这位了不起的佛教人物增加更多的了解与认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期咱们不见不散。